我不是耗费最后一丝精气死了吗？哼，竟然穿越重生了！你没死啊？你给老子装病是不是？你把老子！老爷，少爷刚醒，求求你别打他了。这具身体的父亲，丫18岁了，竟然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。老天呐，你让我重生在这废物身上有什么意义啊？这是玉儿在向你求情。啊！你现在马上给老子滚出去练剑去，再练不出剑气，老子就没你这个儿子。又是剑。我受够了。抱歉，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碰剑了。我躺累了，我要出去走走。少爷，你这个逆死气傻我也！老爷，你消消气，少爷只是一时没想清楚。我去，你给我，我一定让他好好练剑。逆死！没想到我的魂魄竟然继承了我的剑意，若持剑，依旧能像上一世那样断万魂破苍穹。可纵使有滔天剑意，又有何用？庄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不去练剑，还有心情在这赏花呢？你发什么愣呢？只是长得像罢了，终究不是一个人。庄严，我求你争气一点！你要知道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如此散漫，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，还有我的。清晨师姐，你还在乎这个废物做甚？3日之后便是我们3代弟子的成人礼，到时候这个废物要是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，就会被逐出山庄。那个时候，你们的婚约便取消了。大师兄好。拜见大师兄。万剑山庄实力为尊，绝不养废物。倾城，你难道还对这个废物抱有什么幻想？没有幻想，只是怕日后传出去，说我夏倾城曾经有个连剑气都凝练不出的废物未婚夫，会很丢人。丢人？哎，死废物，你要去哪儿？干嘛？见了大师兄为何不拜？见过大师兄，行了吧？庄严，你是哪里对我不满了？没有啊。嘿，庄爷还说没有。大师兄，要不要我帮你教训教训这个家伙？不必，他只要肯认个错，也就罢了。一个区9品剑士，竟然有这般家底。罢了，我两世为人，懒得跟这一群孩童计较。大师兄准备让我怎么认错呀？跪下，磕3个头。大师兄，这是不是有点……师姐，你怎么还在帮这个废物说话呀？你说你身为一个9品剑师，你总刁难我一个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的弱鸡干嘛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嫉妒。庄严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大师兄9品剑师不久便能一剑独尊了，这样的任务在中州皇室那也是座上宾客，他会嫉妒你？你怕不是忘了这山庄姓什么？姓万？忘个屁呀，姓庄啊！嘿，我乃万剑山庄唯一嫡系弟子，你们不过都是外招过来的人而已，你们能不嫉妒我吗？哦，还有你们众星捧月的夏家千金，更是跟我这个废物有一纸婚约。我敢说，在场不止大师兄嫉妒，你们大多数人都嫉妒。你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切，在我家的地盘让我给你下跪，
说你妈的！你闭嘴！3日之后便是我们3代弟子的成人礼了，到时候你要是还捏练不出剑技，你就会被逐出山庄，即使你姓庄也不行，这是庄规。对，到时候你连我们这些万本弟子都不如。若你被逐出家门，可不要指望我夏家给你一席之地。啊，行，无所谓。这个世道上我有手有脚的，还能被饿死？你现在呢，我还没有被督住，你们再敢找我的麻烦啊，自己掂量。来，哟，大师兄，你不会是咽不下心里这口恶气，对我动手吧？万剑山庄庄规，外出弟子必须随身携剑，而你的剑没带。若违反此条，该当何罪？违反专规者，理应在碧波潭浸泡3天3夜，以示惩戒。这个季节的碧波潭呀，那可是凉着呢。这小子上回掉水里，差点被淹死。你说这回他会不会被冻死啊？庄严，快给大师兄道歉，不然以你的微末修为，泡上3日，恐怕不死也要大病一场。师姐，这小子仗着自己姓庄，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外姓弟子，如今违反庄规，活该受罚。庄严，你身为嫡系弟子，又是山庄少主，更应该以身作则。是你自己去碧波潭泡着，还是我送你去？大师兄问你话呢。我选择不去。我选择不去。你聋了吗？大师兄的选项里没有不去这个选项。庄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出言挑衅？庄主曾经说过，庄规一视同仁，无论是内外门，还是嫡系或者旁系，处之必罚。既然你不配合，那我只能送你去执行庄规。慢着，你还想怎样？啊，这万剑山庄弟子不佩剑确实是违规，不过有一个个别条例。例外条例，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？的确有个别条例，修为达到剑尊之境者，便可以不用随身携剑。剑尊之境和你这个连剑气都凝练不出、剑者都算不上的废人，又有什么关系？你9品剑师，差一步就可以达到剑尊之境。那你应该知道，如果达到剑尊之境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。要你说，修行至剑尊之境后，便可以将自身剑意与剑沟通，遇剑便是剑尊之境的标志，而这也是现在我一直在追寻的目标。好吧，那现在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御剑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突然感受到一股寒意？我似乎也感觉到一股凉意，难道他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，不信。难道他是剑尊？不可能啊！他明明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。不对，即便是剑尊也没有这个气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难道……剑来，剑来！少爷，你的剑。拜见庄主。奇怪，刚才那股强大且异样的剑意，怎么突然没有了？你，我庄红堂堂8品剑尊，制霸一方，况且真的是太让我失望。我没有你这种不争气的子孙。3日后将会有一位剑仙莅临我万剑山庄，尔等一定要把握住机缘。若能领悟到剑仙的剑意，将对你们日后步入剑尊，甚至于剑仙，都会有莫大的帮助。敢问庄主，请问是哪位剑仙？清风山上，凌霜剑仙。尔等好自为之。你呀，与其想着怎么在我身边做一个好丫鬟，你不如想想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比如说呢，能有一天你和我用对等的身份站在一块儿，而不是现在的主子或者丫鬟。玉儿不敢想。不行，你必须要敢想。你不是想让我练剑吗？我让你练剑是有目的的，
我希望你能凝练出剑气，不被赶出山庄。对嘛，这样做非常好呀！你看你现在有了目标了，你就要为之奋斗啊！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怎么回事？少爷，你对玉儿做了什么？送你一场造化。造化？这样吧，3天之后，如果你能参悟这道剑气，我就答应你，在成人礼当天凝练出剑气，完成试炼，留在身边。此话当真？那当然了，我从来说一不二的。不过咱坏话说在前，如果你无法参透的话，那以后就不要再提让我练剑这件事情。以后呢，我们就这个关系就此了断。我呢去游历我的四海八荒，就继续在山庄里当你的丫头，怎么样？少爷，你等着，玉儿一定会努力参悟，争取在3天之内悟透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庄严他真的会御剑。就是，那为何刚刚我们的剑会震动？应该是因为庄主前来产生共鸣吧。也只有这个解释了。没想到凌霜剑仙会莅临万剑山庄，若能受他指点一二，定会受益匪浅。届时我一定要向凌霜剑仙请教一二。庄严，若3日后你还是不能凝练剑气，我夏倾城定会与你退婚。你好自为之。算你好运，有人把剑给你带来。走。少爷，你别理他们，你的剑我给你带过来了，我们去练剑好不好？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听说玉庙街呀，那边的烤鸭很不错，我馋了，我要去尝尝。少爷，我们不去玉庙街，我们去练剑好不好？3天之后，你若是再凝练不出剑气，你……听说了，我真的不感兴趣。哎，你少爷，你若不去练剑，那便一定斩了玉儿。啊！哎呦，不至于的，你起来，快！我爷爷都在逼我练剑，我爹也在逼我练剑，所有人都在逼我练剑。现在你也要逼我练剑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不去练剑，那就斩了玉儿。气死我了！你先起来，来，我问你，你给我练剑的理由？3天之后，如果你再凝练不出剑气，就无法完成成人礼，无法完成成人礼的弟子就会被赶出山庄。哟，那可太好了，逐出就逐出呗。天下这么大，我正好想去四海八荒九州看一看。可是你要是被赶出去了，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走的，包括我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能服侍你了，就会永远的离开你了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走之后你就解脱了，你也不用伺候我了。以我爹的性格，他肯定会给你安排一些其他的不会亏待你的差事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不好吗？我从4岁就开始跟着你，玉儿这一辈子只认少爷一个人，我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你，我要服侍你一辈子。你还想伺候我一辈子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，连你也不行。你是一个人呀，你要有独立的思想，而不是想要做谁的奴隶或者丫鬟。你就是庄严？没错，是我。堂堂2世尊，竟然暗杀一个连剑气都磨练不成的废物，真是浪费我的心。现在乖乖受死，给你个痛快！怎么这么厉害？下！放手！父亲，您找孩儿何事？端儿，坐吧。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。父亲，请讲。我准备让你的弟弟庄飞回来。庄飞？孩儿没有听错吧？您难道忘了
您的儿媳，我的爱妻燕如是怎么死的？那是庄妃勾结昊天宗，计划颠覆我们万剑山庄，恰巧被燕如撞到了他们的密谈，便被他们残忍的杀害。当年我没有杀了他，对他就已经万分的开恩了。您现在要把他找回来，难道是我听错了吗？父亲，那只是个意外。父亲，爷，大哥，多年未见，别来无恙了。哼。弟儿，见过你大伯。见过大伯。大哥，当初大嫂的死，我可没有动手啊，是昊天宗的人杀的，与我无关的。与你无关？人是你带进来的。燕如死的时候，你在这冷冷的看着，你敢说与你无关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算了。畜生！我要废了你！走！父亲，你把这畜生找回来，到底是何用意啊？还不是因为你那废物的儿子庄严。言儿，万剑山庄，乃我苦心经营数十载，可是你们这些个后人，没有一个争气的。特别是你的儿子庄严，与剑庄的少庄主，至今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。他要再这么下去，他的命运只能是被驱除。可是如果他被驱逐了，那我庄家的血脉就断了。因此，我只能让你二弟庄飞回来，山庄的希望只能靠老二了。父亲，您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当年你把他驱出山庄的时候，借口保他性命的是您，现在把他找回来的还是您。您难道要让燕如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吗？父亲，现在山庄的第三代弟子都是各家族势力派来学艺，他们的心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，甚至于因为山庄之后继无人而招来反噬。因此，我不能因为一时的错误断送山庄的未来。一时的错误，当年燕如的意外死亡，他对燕儿打击的极大，要不然他也不至于。大哥，我那侄儿已经成年了吧？哼，现在竟然连剑气都没凝练出来，看来你真是教子无方啊，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啊！爷爷，孙儿如今的修为已达9品剑师巅峰，若无意外，短期内必破入剑尊之列，成为整个青州最年轻的剑尊之一。你居然已步入半步剑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乃是我庄红之幸也。钟儿啊，我已经决定，特别允许你二弟庄飞父子回来，重新载入族谱。这件事儿先暂时保密，待3日后第三代弟子成人礼时，我孙儿庄立必能震慑住那些家族势力的子弟。多谢父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穿越过来，继承了庄严的身体和记忆。庄严的父母便是我的父母，这一炷香该上。儿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剑练得怎么样了？没有。唉，这孩子呀，不练也罢。从今往后啊，不想练就不练了。爹呢，也就不再强迫你了。爹，您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得面对现实吗？自打你娘亲走了以后啊，爹呢，也一直在逼你，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你内心的创伤。爹这一想呀，也许是我做错了。如果当时多花些时间陪你去游山玩水的话，兴许呢，你现在呢，可能就是一名剑者，啊。
也许吧。燕如呀，你呀，为什么走得这么早？让我和妍儿呢，好生的挂念你。母亲走之后，父亲一直保持严厉之姿，极少在我面前吐露自己的柔软。看来今日爷爷将庄妃找回来的事情，对他打击太大。我重生以来，一直用上一世的羁绊锁住自己，到底是对还是错呢？还是说我该为这个可怜的父亲做点什么？你看，燕如，你可别笑话我啊！我这又当着孩子面，这又哭得喘吁吁的，这简直太丢人了。儿啊，你以后啊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爹呢，再也不去左右你的想法了。啊，爹，我准备好好练琴。哎，好。你再说一遍。最起码不被赶出师门吧。唉，也许。儿啊，不用了。你呀，能明白爹的不易呀，爹就知足了。这13年来呀，你都没有突破自己，你再练这3日，这又有什么用？如果太过轻易展示出自己的真正实力，恐怕要把父亲吓坏的。该怎么说呢？不过呀，你也不要太自责，也不用太担心。这3日后，就算你真的被驱逐，爹也一直会陪着你，陪你一起离开这个贱庄。咱们把月儿也带上，我不想你在外面太孤独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要不，咱们今天就走，不用等到3日后了。因为爹呀，实在是不想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被人嘲笑、被人羞辱啊！为什么一定要走？那是因为别忘了，您是庄家的长子，我还有一个少主的名头呢。咱们生在这里，我们长在这里，绝对不能像你丧家之犬一样离开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爹，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成人礼那天，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您庄重教育出来的儿子有多么的优秀。儿啊，爹有你这句话，死也值了。成人礼，不管你发生什么，爹都会与你一起共进退。走。你是一个人呀，你要有独立的思想，而不是想着做谁的奴隶或者丫鬟。少爷，我一定会参悟您给的建议。哟，月儿，拿剑做什么呢？你做什么呀？难道是想练剑？
哇，你好励志哦！身为一个丫鬟，竟然趁着闲暇偷偷练剑，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悟出剑气，出人头地吗？我们都是丫鬟，凭什么取笑我？既然清楚自己的身份，那就不要做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。你干什么？给我！给我！你干什么？松手！松手！有时间练什么剑呢？还不如帮我们把衣服洗了。这是你们的衣服，凭什么我给你们洗啊？让你帮忙是看得起你。你知不知道二爷已经秘密回来了？等到3日后，你家少爷被逐出山庄之后，你家老爷也就不远了。作为大房的丫鬟，如果不提前多学点事情，未来不知道会有多惨呢。才不会呢！少爷才不会被逐出山庄。只有我完成约定，他就会完成成人礼的。还有这些衣服，你们自己洗。我要去练剑了，我没空。什么东西？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！等他家少爷被逐出山庄的时候，咱们到时候看他的嘴脸就行。到时候好好羞辱你。走。娘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？宁儿，您跟娘客气什么呀？要什么尽管说。我听说凌霜剑仙曾经欠夏家一个人情，将自己的一道剑意留在了夏家。娘能将这道剑意给我吗？你是我夏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这道剑意我本就打算给你。那娘能现在就给我吗？不行，这道剑意极其贵重，它能助你未来在突破剑尊之境的时候畅通无阻。而你现在只是6品剑师，恐怕离剑尊之境还很远。你现在要这道剑意做甚？我想给庄严。你说什么？我想给庄严，若他能参悟这道剑意，定能凝练出剑气，成为一名剑者。胡道！这道剑意极其贵重，何止万金！我不允许你把这道剑意给外人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可庄严是我的未婚夫啊，若他无法凝练剑气，以后岂不是让我们夏家招人耻笑？哼，未婚夫，那也只是未婚夫，还不是你的丈夫。正好，回娘也已经做好了准备。3日后，万剑山庄成人礼之时，你就当众宣告与庄严解除婚约。昭告世人，我夏家是绝对不会要一个连剑气都凝结不出来的废人做女婿的。可是娘，那婚约之上立下了谶言，如若违背，您将受到反噬呀。婚约是我跟柳燕如定下的，如今燕如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，谶言的威力早就所剩无几。加之这些年娘的功力大增，区区一点谶言，岂能伤得了我？之前你在山庄内，不是跟大家说，如果3日后庄严无法通过成人礼，你就宣告与他解除婚约的吗？如今娘已经这么做了，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那个废人了吧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从我记事起，他就已经是我的未婚夫。天见大度，实力为尊。你如果跟那样一个废人在一起，你的未来终究是凄惨的。娘是过来人，你爹就是个例子。当初我就是把爱情冲昏了头了，找了你爹这么一个废人，根本无法帮助我匡扶夏家走向兴盛。这些你都是看在眼里的，不需要娘再多说什么了吧？女儿，听娘的话，娘是不会害你的。好吧，娘，我听你的。
这个庄严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对大师兄不敬！要不是庄主突然出现，早把那小子放到碧波潭里面好好泡泡，对吧？就是。好在那个庄严3天之后就会被逐出山庄，到时候眼不见心不烦。对。大师兄，您说您有没有可能在成人礼之后被提拔为少宗主呢？昊天宗乃我万剑山庄头号大敌，你这里没你们的事儿，撤下。抱歉，大师兄，骗你这么久。不过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出手，毕竟我不想伤你。好啊！你竟然隐藏这么深，我一点都没察觉。大师兄，我也不废话，我今日来是来邀请你加入昊天宗的。我和你们这些有背景的人不一样，我只是个孤儿。山庄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怎敢背叛？山庄却背叛了你。本来庄严那个废物就要被逐出山门，可他们又找来了一个庄吏，明摆着不想将万剑山庄流出外姓。对外，万剑山庄实力为尊，不搞血脉派系那一套，刚正不阿的想向另外人敬佩。实际上，呸！哼，那你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就算我背叛山庄，加入昊天宗，同样什么也得不到。当然能得到了，只要我们昊天宗吞并了万剑山庄，你就能保留现在的位置，并且受到昊天宗的器重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3天成人礼结束之后，大概率也只会成为一个普通帮众。毕竟你可不姓庄呀。这是我们昊天宗昊天剑仙留下的建议，应该能助你突破剑尊之境。如果成人礼上有谁要阻拦你的话，你可以将之除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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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来干嘛？大师兄那是天赋异禀，年纪轻轻就是9品剑师。剑庄之内，除了咱们大师兄，还有谁能当这个少主吗？那肯定就是大师兄了。但我听说庄主好像秘密带过来2个人，是原庄加2庄。哦，我也听说了，那个庄吏好像还挺强。我如此努力，却终究抵不过现实吗？好了，莫要说这些话，回山庄吧。大师兄，我有一剑招想向您讨教。你们先走吧。那我就回去了。飞扬，你有何剑招不解，非要这么晚讨教？竟然是昊天宗的人！娘的！是剑尊。飞扬，快撤！大师兄，稍安勿躁。拜见少宗主。你竟然是昊天宗少主！昊天宗乃我万剑山庄头号大敌，
你怎么来了？后天就是成人礼，而你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，你当真不知道着急吗？着急有什么用？这个东西讲究水到渠成，不是你硬练就能练成。那你不练岂不是更成不了？伯父呢？他没催你练剑吗？他，你想吃点啥呀？弄点火锅吧。还真合我意，火锅就火。哟，这不是倾城姑娘吗？过来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有点事先出去啊。你看，我爹都不逼我了。庄严，你到底有没有在乎过我？在乎。你不是嫌弃我吗？我什么时候嫌弃你了？哎，你自己说的。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你有一个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的未婚夫，多丢人啊！你还说我，如果成人礼的时候被逐出山庄，你就跟我退婚，你这不是嫌弃我吗？那证明你心里根本没我。你如果心里有我，你就会凝聚出剑气，你就不会让我丢人，更不会让我有退婚的理由。看来夏倾城对我还是有感情的。可是虽然人长得与他一模一样，那性格却是完全相反，不然我定会与他颠倒。不明白了，世俗的眼光真的就这么重要吗？如果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真的就一脚把我踹了吗？是。行，那如果我告诉你，其实我早就世间无敌，不见天下，你又到我。这个东西对你们夏家应该挺重要的。你刚刚也说了，感情是相互的。我给你建议，你给我通过成人礼，我们相互付出，相互回报。时间不多，抓紧去领悟吧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，对我一文不值。你的心意我心里。你这个东西啊，80%是你从家里偷出来的，我不能要，谢谢。你难道真的就不想和我在一起？成人礼的时候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成人礼结束之后，你我之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，啊。那就这样。我若隐忍不发，前人势必遭受苦难；我若一剑惊天，岂不是撼动这个世界的根基？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该用这股力量影响他们。唉，两难全难。堂弟，好久不见。这废物居然还没死，那帮家伙怎么搞？可能没找到机会下手。庄妃、庄丽，你们来干嘛？我应该直呼我的名讳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二叔啊？二叔，你也配啊！好大的口气啊！灵儿，我教训教训他。图见天下，庄严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不过是让你凝练出剑气，努力跟上我的脚步。当你不再被人耻笑之时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心满意足了啊？你在乎的就是你自己那一点点的尊严，你在乎我的尊严吗？你跟其他人一块羞辱我、嘲讽我的时候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对，那我反过来问你，你有什么让我心满意足的呢？难道能与我夏倾城成婚，还不能让你庄严感到心满意足？对，你是夏家千金小姐，你年纪轻轻，修为就差不多达到了7品剑师，长得又漂亮，男人能跟你成婚，做梦都要笑醒的。你知道就好。那就是你最大的问题，你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，就因为我修为低，我就应该奉承你、迁就你、攀附你。你知不知道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应该是感情啊？感情那是相互的。庄严，若3日后你还是不能凝练剑气，我夏倾城定会与你退婚。庄严，我求你争气一点，你要知道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如此散漫，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，还有我的。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，我准备东西。我不想多余解释太多。此物中有凌霜剑仙留下的一道剑影，应该能助你凝练剑气。父亲，我这样做是不是太欺负堂弟了？毕竟他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，
我对他动手，岂不是恃强凌弱？那就掌嘴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，不要伤他筋骨就行。孩儿领命。庄严，站好了，让我打一巴掌。刚刚冒犯我爹的事，算了。当年就是他勾结昊天宗，才让我母亲被杀害的。要不要我现在就把仇报？你住手！好大的狗胆！你连我庄子的儿子都敢欺负，找死他！原来被护犊子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大哥，这是作甚？作甚？你眼瞎了看不到吗？啊，还想让我再打他一次吗？万剑山庄的规矩，同辈之争，其他辈分不能拉偏架。你现在已经违背了庄规。我违背又怎么样？不服气啊？啊，动手啊！我乃剑尊6品，已不过4品，相差2品，但剑尊之境那可是天壤之别。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？打不打得过，要试过才知道。我承认你小时候天赋是比我好，但是论打架，老子还没输过你。大哥呀，真有你的！我现在还不想对付你们，因为你们还没有被踢出山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会被逐出山庄，而且言儿一定会通过成人礼的。他通过，就算剑神显灵，让他在2天之内成功凝练出剑气，你以为你们就能安然地待在山庄？什么意思？后天，父亲将会当着众人的面将丽儿立为少庄主。哎呀，少庄主他又不是庄主，我们言儿呢，现在就是少庄主，不过呀，也就是个名头，代表不了他啊。除了将丽儿立为少庄主，父亲还会将庄主之位传给我。传给你？怎么可能？父亲在8品剑尊停留多年，接下来将会闭关冲击9品，家不可一日无主，所以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你知道了就好。大哥，不要让我为难。当年我没有亲自对亲人动手，但是下次就未必。你敢！爹，心中遇见，静脉堵塞。儿啊，爹，没事，爹对不住你。我们还是得离开剑庄。庄妃一旦成了庄主，那咱爷俩在这个处境就不好过了呀。现在成为庄主，那处境会不好过，那就让他做不成。儿啊，那你计划怎么做？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明日就是少爷的成人礼了，可是我还是无法参悟这道剑意。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一个人留在山庄当个奴婢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甘心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我只能一死了之吗？
年纪轻轻，为何如此想结束自己的性命？我只是没有办法完成对一个人的约定。玉儿一定会努力参悟，争取在3天之内悟透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接受不了那样的局面，我就不能服侍你了，就会永远的离开你了。光是想一想，我的心里就无法呼吸，我接受不了。约定，我见你是在参悟剑道，可是你已经过了最佳的练武时机，并不是练武之才。若是不能参悟的话，那也是情有可原。我知道，这就是证明，我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普通人，和万千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。这个世界上大多数都是普通人。我知道，但是从我想要改变身份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非常痛苦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痛苦。我感觉我快要窒息了。所以，漂亮姐姐，我求你不要再管我了，我不想再活在痛苦之中了。今日你遇见我，也算我们有缘。将你参悟的剑道运转出来，我将助你一臂之力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想帮你。美女姐姐，玉儿还没请教，请问您是？清风山上凌霜。玉儿参见凌霜剑仙。不必虚礼，我们开始吧。现在，将你参悟的剑道运转出来。他参悟的剑意应该是高品剑尊的剑意吧，不然也不会这么难。是6品还是7品？这可不像是剑尊的剑意，亦不像是剑仙的剑意，难道是？你的这道剑意怎么了？能得到剑神的剑意之人，恐怕乃是剑神的天选之人，岂是我能轻易打听的？没什么。你跟随我剑气运转的规律一起运转，若能参悟些许，你将受益匪浅。别说他，就连我的实力都能更进。这4道雷劫可是剑仙之剑的生死劫，一道比一道强。据说近80%的剑仙都熬不过这4道雷劫，所以剑仙才无比的稀少。雷劫？这晴空万里的，哪有什么雷劫啊？也是，可这也太奇怪了。还好替你挡下3道雷劫，看来你得顺利参悟。恭喜你啊，玉儿。大哥，你受伤了，我看看。怎么这么严重啊？少爷，这是我特意给你抓的药，一点都不疼。大夫说这个药喝了好。少爷，你怎么穿这么点就出来了？少爷，你怎么在这睡着了？这外面多凉呀！我们快进去吃饭吧。走啦。今天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成人礼，真是有点期待着。不合常理，可能是上天知道这些年我受了太多苦难，所以眷顾我了吧？也只能这么解释。啊，恭喜上人，位列仙班。上人？什么上人啊？同为剑仙，1品之差便已是天壤之别。您强挑我3品，自然该受到我的尊称。现在，您可以取一个属于自己的称号了。哇，你好励志哦！身为一个丫鬟，竟然趁着闲暇偷偷练剑，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悟出剑气，出人头地吗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松手！松手！有时间练什么剑呢？还不如帮我们把衣服洗了。作为大房的丫鬟，如果不提前多学点事情，未来不知道会有多惨呢。我要去练剑了。什么东西？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！我跟你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。我没有。也足
确定自己代表了光明。在黑暗里，我们不需要约定。在这里，称号绝情，如何？称号绝情，如何？绝情？为何要用绝情二字？从前我只是个奴隶而已。你有见过奴隶成为剑仙的吗？纵观天剑大陆万载，无一剑仙不是出生在豪门世家的旷世奇才，而您只是个……在我跃然剑仙的那一刹那，我便顿悟了。回首过往，真是不堪与低贱。我要与过去做个了断，让自己更加纯粹干净的走在剑道之路上。所以取名绝情。原来如此，斩断前尘，方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对了，绝情剑仙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要问你。你说，关于您参悟的那道剑意究竟是从何而来？能够一口气造就一个7品剑仙的剑意，其主人会是何等强大？哼！给我那道剑意的人，只不过是一个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的废人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我从小与他相伴而行，我对他了如指掌。您虽然修为高于我，但是我已然修行了190余载，我从未听说过一个没有剑气的人能够留下剑意。或许他的那道剑意也是无意中获取的，亦或许我的这身修为根本就不是靠那道剑意。毕竟你的修为也有190多载，你又可曾听说过一道剑意就可以塑造一个7品剑仙的吗？恐怕就连至尊剑神也做不到了。确实，闻所未闻，史书上也从来没有记载。哟，是谁呀？从哪儿弄是新衣服呀？大胆，竟敢随意触碰上人衣物，还不赶快松手！这道剑意竟然直接让我从2品剑仙突破至4品，匪夷所思。按照正常的速度，我最起码需要200年才有可能。复刻这道剑意的本人该是何等强大？他竟然直接跳过了剑者，跃至剑师之境，又跨境了，竟然在一个呼吸间从剑师跃至剑尊。不止，还在涨，难不成要直接冲击剑仙之境吗？他竟然直接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普通人，直接跃至7品剑仙之境，一口气跨越4大境，这简直闻所未闻呢！原来强者是这种感觉和心境啊！哎，您刚刚经历的只是一道最弱的罡风雷劫，应该还会有更强的九转雷劫、寂灭雷劫以及乾坤天雷劫才对。剑仙。丫鬟变剑仙，真是痴人说梦，简直比做梦还离谱。好了，正事要紧。前几天你个小丫头对我们那么不敬，到时候你被踢出山庄，咱们可就没机会收拾她了。是的，抓紧时间吧，别浪费机会。怎么回事？明明就在面前，怎么打不到？你的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！本来不想杀你们这群蝼蚁，可是你们让我太讨厌了。杀人不见血，
说的就是这个。月儿，上人，我求你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我给你磕头，给你磕头，你别杀我！好，我原谅你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不是说原谅我了吗？是啊，我是原谅你，可是杀人的感觉，哈哈哈哈，很爽。不经历雷劫也能登仙，有意思。这谁呀？从哪儿弄身新衣服呀？蛋蛋，竟敢随意触碰上人衣物，还不赶快松手！上人？什么上人？玉儿，看谁呀？穿的不错嘛。你们在这后山干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还挺会打扮的，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。你们，山庄邀请你参加明日的3代弟子成人礼，正好明日我也要去斩断前尘。好吧，那我们明日相见。告辞。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啊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他就这么消失了？不会是什么世外高人吧？不可能！要是什么世外高人的话，怎么会尊称一个丫鬟为上人？肯定是使了什么障眼法吧？哎，玉儿，怎么换了身衣服就目空一切，把我们当空气了吗？就是。你的剑练得怎么样啦？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呀，可就要抓紧时间喽。毕竟你呀，明天就要收拾东西滚蛋啦！哎，未必滚蛋。你看他这副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什么剑仙呢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是剑仙。清哲，大师兄，清哲，你在等什么？庄严，他还没来。你难不成真指望他3日之内能凝练出剑气？恐怕他是没脸来了。哦，或许早已经离开山庄。有自知之明是好事，免得在这成人礼上被众人耻笑。也是，我居然还对他抱有幻想。清哲，清哲，师兄，你当初说要与他退婚，可是真的？是的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清晨师姐，你终于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能配得上你的男人呀，只有像大师兄这样的强者才可以。飞扬，你不要胡说。我没有胡说。哎，不如师姐给大师兄一个机会。我与大师兄不过是师兄妹之情。
更何况大师兄也未必喜欢我。我喜欢，我喜欢啊，倾城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从成人礼之后，我们便会分道扬镳，所以我不想隐瞒我自己的本心。如果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愿意为你做天下不敢为之事。大师兄，我其实……哎呀。哎，都看着我干嘛呀？庄严，你还真有脸来呀！这话说，你都有脸过来，我怎么没有脸过来？你也是，以你的名声，也没有什么下贱空间了。就算是丢脸，也能接受。哎，你要这么说话的话，我可就不高兴。不高兴？那你能怎样？也不能怎样。你只会嘴上逞能罢了。倾城，你不是要与他退婚吗？现在他来了，那就把婚退了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我不是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来的。成人礼的时候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成人礼结束之后，你我之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。倾城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大师兄，这是我与庄严的事，还是等成人礼之后再说吧。你好，那我就再等等。所有三代弟子，演武场集合。哦，这不是亲家母吗？你也来了。庄重，他俩还未订婚，你还是不要乱叫的好。这，但是论打架，老子还没输过你。大哥呀，真有你的！我现在还不想对付你们，因为你们还没有被踢出山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会被逐出山庄，而且言儿一定会通过成人礼的。他通过。就算剑神显灵，让他在2天之内成功凝练出剑气，你以为你们就能安然的待在山庄？什么意思？后天，父亲将会当着众人的面将丽儿立为少庄主。哎呀，少庄主他又不是庄主，我们言儿呢，现在就是少庄主，不过呀，也就是个名头，代表不了他啊。除了将丽儿立为少庄主，父亲还会将庄主之位传给我。传给你？怎么可能？父亲在八品剑宗停留多年，接下来将会闭关冲击9品，家不可一日无主，所以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你知道了就好，大哥，不要让我为难。当年我没有亲自对亲人动手，但是下次就未必了。你敢！爹。心中郁结，经脉堵塞。儿啊，爹，没事，爹对不住你。我们还是得离开剑庄。
庄妃一旦成为庄主，那咱爷俩在这的处境就不好过了呀。既然能成为庄主，那处境会不好过，那就让他做不成。那你计划怎么做？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凌霜剑仙这么说，看来我认识此人。难道是我万剑山庄出剑仙了？哦，剑仙，还请落座。为何主座会空着？凌霜剑仙都不会做主位，难道还有高人？难道万剑山庄还能请来第二位剑姬来管理？这庄皇的面子什么时候这么大？不过这不正好吗？今日的计划，越多人见证，越好。补天石由7彩组成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最低阶为赤色，最高阶为紫色。众弟子需调度全身剑气，劈砍补天石。劈砍？劈砍补天石，庄主你没搞错吧？这补天石怎么可能劈得开？别说是剑仙，即便是剑神降世，恐怕都不可能劈得开。对呀，那绝不可能。夏家家主，我并非此意，只是在劈砍过程中，若能撼动补天石，使补天石爆发出赤色以上的光亮，则视为成人礼通过。通过之人若想继续留在庄内，我将按实力划分事务；尔等若想回归家族，也是在自身的剑道上添上了浓重的一笔。张天鹤上前测试。此话怎讲？等着看就知道。此乃青鸾峰上的补天石，由凌霜剑仙出剑。今日我们也请到了凌霜剑仙为我万剑山庄撑场。凌霜剑仙，凌霜剑仙。没想到凌霜剑仙竟是如此美人。倾城，纵使她再漂亮，在我心中都不及你。我哪能跟凌霜剑仙相比啊？当然能，倾城，不要太过谦虚了。对，大智兄，倾城现在还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当着我的面说情话，你怕我听不见啊？诸位请起。今日受万剑山庄之邀，我特将补天石带下山来，供诸位弟子试炼。这补天石乃是世间至坚之物，没有之一。剑道之路讲究披荆斩棘，所以这补天石必将是我们身为剑者最终的归属。好，说得好。不过，这补天石之间，即便是我，此生都从未在其身上留下半道剑痕，所以诸位弟子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切莫反被震伤，得不偿失。剑仙，请落座。我想今日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位子。哦，还有谁啊？竟然能够凌驾于剑仙您之上？等他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诸位，我张天鹤来2品剑师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我起码能够激发出一道绿色光芒。补天石，我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张天鹤也算比较有天赋的，2品剑师应该很容易通过测试，只是不知道会爆发出哪种光彩。看看就知道。
怎么可能？我乃2品剑师，竟无法让补天石有任何波动。2品剑师竟无法让补天石爆发出光彩。庄严，你才刚刚凝练出剑气，不过一个1品剑者，你如何通过测试啊？我说了，没那么容易。还以为老天爷真是眷顾你，没想到只是给了你小小的希望罢了。而这小小的希望，没有半点意义。能让补天石激发出光彩，区区2品剑师，那肯定是不够的。不过呢，天赋异禀的主，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待会儿看看我的例子。我万剑山庄实力为尊，每一名庄众立志做到精益求精。你们第3代弟子当中，习剑最短的也有无灾有余。这次如若通不过成人礼，只能说明在剑道这条路上止步于此了。将西太牙训了声。一个2品剑师都被反噬半条命，我一个7品剑者，这不送死吗？我还是不适合这条路。弟子不负山庄的培养，在此谢恩。弟子不负山庄培养，在此谢恩。众位弟子，由于弃权人数众多，名单已经混乱，剩余弟子依次上前测试。我来。倾城师妹已到6品剑师，并且天赋异禀，这一剑起码是第3阶黄色以上。我看未必。这么难，那我的言儿岂不是竟然没有色彩？难道连我都无法通过成人礼？不行，只是赤色。清晨，你在干什么？赤色是最低级的颜色，只有通过赤色以上的颜色才能通过测验。清晨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看来只能提前使用凌霜剑仙那套剑影。我要是真被震死了，你们不是应该高兴？你良言难劝，该死鬼！奇怪呀，玉儿已经成功位列剑仙之境，不应该过来找我告诉好消息吗？为何迟迟还不出现？没通过，下一个。没通过，下一个。没通过，下一个。失败，还有谁？我来。哦，原来是第3代弟子的大师兄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啊！希望你不要给我们万剑山庄丢脸。是，长老。竟然一开始便是橙色，凭此就比我强上许多，不愧是大师兄。为何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参悟了昊天剑仙的剑意，彻底踏入了剑尊之境，为何补天石的颜色还是止步于此？第2阶段橙色，恭喜你完成成人礼啊！你现在可以正式成为一名庄众，但你也可以下山去闯荡。不过
不要忘记了万卷山庄对你的教诲。古青明白。接下来该我了。夏倾城完成测试，第2阶橙色，恭喜你完成了成人礼。从今天开始，天剑大陆将有你的一席之地。连倾城瞬间将实力提升至剑尊之境，都只能堪堪通过。我看庄严就没有测试的必要。这个庄重，我给你提个醒，我是不可能将女儿嫁给一个废物。我劝你明事理，能痛痛快快把这婚给退了。要不亲家母，咱们还是等妍儿测试完再说不迟啊。行，庄重，那我们就再等等。好。儿啊，虽然你一直以来的修为都难以进步，但爹知道，你一定不是说大话的。你要加油，不要让我们父子被人羞辱嘲笑。我动用了凌霜剑仙的剑意，居然也只是勉勉强强达到第2阶段的成色。我尚且如此艰难，庄严他又何德何能？看来我确实该听母亲的话，是时候与他做个了断了。倾城，你没事吧？此次测验已经不是你这个废物能够浑水摸鱼了。我劝你早些离开，别等下被补天石的威能震死。毕竟大师兄全力也只能是橙色，4师弟身为3品剑师，应该是很难通过。赤色没通过。别着急呀，还没完呢。黄色第3阶段，哈哈哈！不愧是昊天宗少主，其真实实力恐怕无限接近庄主了。就连我要达到第3阶段的黄色都十分艰辛，没想到子竟然也能做到，他的身份实在错。恭喜你成为一名正式的。其实是昊天宗的人。大胆鼠子！没想到竟然敢隐藏在我万剑山庄！当你不知道万剑山庄与你们昊天宗是世仇吗？来人！容我说句话。今日我万剑山庄用补天石测试，证明了一个相当令人惋惜的事情。什么？那就是你们万剑山庄气数尽。你们整个万剑山庄第3代年轻弟子当中，能通过测试的不足1%之数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将补天石击打至第3阶段。要是放在我们昊天宗，同样的测试，最起码有20位弟子能做到与我相当的程度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你们万剑山庄的少主，竟然是一个连剑气都凝聚不出来的废物。这不是气数已尽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宗门的未来，弟子是关键。你们万剑山庄已经多年没有出过一个天才了，唯一的一个天才古青，在我眼里不过尔尔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了，古青现在也已经加入我们昊天宗了。请，抱歉庄主，少宗主对我有恩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不会踏入剑尊之境，所以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！外星之人就是靠谱。赵飞昂，你今天是代表昊天宗来我万剑山庄宣战的吗？确实是这样，不过我得纠正刚刚我的说法，不是万剑山庄气数已尽，而是我们庄家气数已尽。作为万剑山庄的客卿，我们昊天宗对你们并没有恶意，希望你们撇清关系。女装剑仙，还请您恕罪。抱歉庄，修为至剑仙之境，不得干预各家宗门的规矩，这是天界大陆的规矩，所以，我今日只是来观礼的。庄红，你说你们庄家气数已尽，你可认？好大的口气！见过父亲。谁说我庄家气数已尽？妻儿，你终于来了。
庄丽是庄家二房的人，不是已经被逐出庄门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来试试。庄丽，王嫂第三节。谁说我万剑山庄年轻一辈无人？看看啊，我孙儿庄丽也能对付天师，击杀出第3阶段。庄红啊，庄红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！什么意思？抱歉了，爷爷，我和我爹也已加入了昊天宗。什么？哎，父亲，父亲！王丽、王妃，你们父子怎敢？爹，您忘了，我和昊天宗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啊。你们不是说已经断了吗？断了，后来又连上了呀。庄妃，太过分了！父亲给你个机会，你居然安将仇报！机会啊！就这样一个把亲儿孙逐出家门的老头子，有什么值得感恩的？我以为他会把位置传给我，好好的去闭死关，没想到他让我再等10年，10年啊！我等不及了。大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：当年你妻子本来能活着，而是我不想让她活，所以她就没有活成。对，混账！你谋害清早，你不得好死你！那是他该死，得让他突然出现的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再一次的成激起了爹，言儿做的。我确实想动手来着。父亲，请你便速来助我。蝇营狗苟，也敢带我走，真是该死！这女子是？其面相很熟悉啊。庄严的丫鬟。玉儿，是玉儿。她经历了什么啊？对，就是玉儿。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庄妃起码6品剑尊境强者，却被他一剑将其斩杀，这怎么可能？多谢这位姑娘，替我斩杀逆子。玉儿，是玉儿。玉儿，这就是你府上的那个小丫鬟？哎，是的，父亲。虽然这玉儿现在变化极大，但是我从小看她长大，不会认错的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我万剑山庄的一个丫鬟，实力居然如此了得，竟然一剑斩杀6品剑尊，她的实力起码接近剑尊巅峰。我看谁还再敢说我万剑山庄气数已尽？恭喜庄主，恭喜你啊，玉儿！没想到玉儿竟有如此成长。她一直都很爱慕庄严，今时今日，别说我退婚，恐怕在庄严眼里，我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引以为傲的天赋，竟然还不如一个丫鬟。可笑，这下庄严即便不用通过成人礼，也能继续离山庄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这副造型还挺适合你的。庄严，你这只手不想要了吗？哦，抱歉，是我唐突了啊。庄严，你还以为玉儿是你的贴身丫鬟？天剑大陆以实力为尊，现在的玉儿可不是你敢冒犯。上一边，你玉儿，你不要怪庄严，她只是还把我当贴身丫鬟是吗？哎呀，不要大声喊，你不想做就不做了。庄严，你到现在还没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啊？真是可惜啊！这档建议你只参透了一点皮毛。如果你将它彻底参悟的话，你现在的境界至少要达到了剑神的境界。剑神？绝情参悟的建议，竟然是他给的，
难道他是剑意的主人？不可能，他不过刚刚成年，而那道剑意却有亘古洪荒般久远。看来他也有其人。你胡说八道！你凭什么一句话就否认我的成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你少爷，我还是改变了你命运的人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已经成仙了光，我的修为，你不但不感激我，你还要反过来憎恨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耻辱。我如此修为，竟有这般不堪入目，跟一个连剑气都凝练不出来的废人当牛做马13载，你叫我如何不恨呢？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啊，当年你的父母在我山庄做杂役，他们偷偷生下的时候就把你抛弃了，他们自己跑了。是我的父母好心把你收养过来，让你做我的贴身丫鬟。你自己想想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家可曾躲过你的吃穿住行啊？可曾对你有过半点严苛？你照比外面的那些奴婢来说，你已经算得上是锦衣玉食。你住口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啊？那就杀了我！儿啊，父亲去！父亲，你放开我，丫有危险！父亲，你放开我，丫有危险呐！你给我冷静！女儿或许已步入剑尊巅峰，半步修仙，但是她一直对她之前奴婢的身份心存芥蒂。她现在的情绪都在庄严身上，你若是分散了她的注意力，会对咱们剑庄不利。如若她不支持咱们剑庄，昊天宗就有吞并咱们的危险。竟然是紫色，最高阶的紫色。不但如此，他竟然能一剑让天地为之变色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啊！就连我都只能展出第5阶的青色吧，他竟然能直接展出第7阶的紫色。有没有搞错？你还是把爷爷叫来吧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你在装什么傻？看来我确实做错。你知道你错了就好。我就不该让你这般年纪拥有如此大的修为。你心性不稳，导致你膨胀，导致你目中无人。我是不是大错特错了？难道那道剑意是此人给的？但在他身上却感受不到任何的剑气波动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庄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月儿这身剑仙修为，是因为你才有的？那刚刚凝练出剑气的人说能创造剑仙，西湖边的说书先生都不敢这么胡诌。庄严，你认为我的这一身修为是你给我的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给的这道剑意根本无法参悟。我尝试过了很多，都以失败而告终。绝望之际，在冥冥之中，我感受到了一股超脱世间一切的剑道之力，才有了现在的境界。而你，竟然说是因为你！庄主，庄主说的对，你自当以大局为重。管什么大局不大局，我儿更重要。放开我！上人，此刻我万剑山庄将庄严除名，无论生死任你处置，只要你息怒就好。父亲，那可是你亲孙子！我也代表我女儿倾城在此正式宣布，与庄严解除婚约。自此，庄严的生死与我夏家无关。庄严，你自求多福吧，我们到此为止了。清城，你现在已经恢复自由之身，那我是不是？我和叛徒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比劫外深知，现在关键因素在这个叫月儿的姑娘上。她的实力，除了真正的剑仙，恐怕没人能压制她。等我爷爷和父亲到了再说。刚才不是想杀了我吗？不说吧。你真要逼我？我以我的剑道起誓，谁替我杀了他，我就满足他一个愿望。竟然以剑道起誓，那必须就要遵循，否则必遭天谴啊！谁替我杀了他，我就满足他一个愿望。我刚杀了你父亲，你却要为我做事。那老头子早该死了。您杀得好，我愿意为您杀了他。只要等我杀了他之后，您让我做万剑山庄的庄主就行。没有问题。多谢上人。我也愿意帮您杀了这个人，只要夏倾城嫁给我。我只能满足一个人的愿望。那肯定是我。您会说我先提的。如今我已经是实打实的1品剑尊，杀他不过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庄严，给你娘的！
发生了什么？王天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操！这是贱气，贱气！我居然凝练出了剑气啊！我儿太优秀了啊！还有剑气了！一个刚刚能练出剑气的人，怎么可能秒杀一个剑尊之境的强者？沙宗主，你感觉到他的修为了？我为什么感觉不到他的剑气波动？有，但很短促，在一瞬间，他将自己的剑气照着庄里贴面喷薄而出，是强而有力的剑气，还一直隐藏着自己的实力。真实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于剑尊，要不然不可能出其不意将庄里杀死。他的实力接近剑尊，隐藏这么深。现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御剑。不信，原来如此，他恐怕已经不是接近剑尊，而是已经是剑尊之强。之前他展现出御剑的能力，可被我忽略了。所有人眼中的废物，居然是剑尊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怪不得你一直有恃无恐，原来你早已登入剑尊之境。可是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呢？我这不是有苦衷的吗？庄严，原来你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，你骗了所有人，连我都未曾发觉，你隐藏的可真深呐！现在你的第一个刽子手杀不了我，还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你不是要娶夏清晨吗？是啊。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只要你杀了他，我就让他下。我才刚刚达到剑尊之境，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万剑山庄没想到一下子冒出来2个天才经验，必须要想办法削弱。这是7品绝地丹，价值万金，能将实力在半刻钟内提升至5品。5品足够杀死庄云了。绝地丹，倘若我吃下，在半刻钟之后，我就会变成一个经脉俱损的废人。若你能击杀庄严，取得夏家千金，以夏家的实力恢复你的身体指日可待，并且让人以自身剑道起誓，不拼怎能赢呢？顾之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如此这般杀了庄严，我也不会高看你一眼。希望你认清现实。现实？又是这个话。不管我如何努力，我都只是一个孤儿，我还是一个毫无家族背景的散人而已。你称我为大师兄，只不过是虚名罢了。在你们所有人的心中，打心底里根本没有尊敬过我。所以，我要为我自己争取。看样子还不止5品，已经进入6品。儿啊，快跑！你不是他对手啊，儿啊！不愧是大师兄，这一剑之威，心已经接近8品实力了。怎么可能？事实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你怎么会这么强？我的底线你永远都试探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早知道我就不背叛山庄，早知道我就做一个为师兄弟考虑、一视同仁的大师兄就好了。大意了，父亲和爷爷怎么还没有到？再不到，恐怕我在劫难逃。刚才这一击，即便是我全盛时期也不敢应接。我可是8品剑尊，他或许已经是9品剑尊或者更高。钟儿啊，然而这般强大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父亲，父亲，我也是刚刚知道啊。哎，庄总，哎，你是不是对我们夏家有什么意见？庄严这么厉害，你竟然都不告诉我，这孩子也是隐瞒的我呀。
他和倾城的婚事，我或许可以再考虑一下。好，我也考虑考虑啊。我万剑山庄对庄严除名之事也将慎重考虑，但前提是他必须要和玉儿冰释前嫌，否则他即使是9品剑尊，面对半仙，他存活的几率也极高。他跑不了，父亲本身的修为就已十分高，庄严即使隐藏修为，但是服用了7品绝地丹的父亲，已将全身精力榨干。纵然临时提升修为，庄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当初嘲笑我是一个外门外姓的弟子，说我嫉妒山庄少主的位置，可如今你要死在我的手中，你可曾悔过？你笑什么？他可能已经被吓傻了吧？笑你蠢，笑你那种独有的自卑的高傲。人生啊，也是由自己决定。你越是瞧不起我这种世家子弟呢，就越只能证明你自己的心里更自卑。本来呢，以你的天赋勤加修炼，我认为70岁之前绝对可以修炼到剑仙的境界。只可惜呀，太小。什么小？格局太小。你一个将死之人还敢说教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等我杀了你，便取了下倾城，待我火而后立，重回巅峰，转身便会拿下万剑山庄。到时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是我的。儿啊！这玉儿是个好姑娘，我相信她不会对妍儿下手的。好了，现在你的第2个刽子手也杀不了我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我承认，我是没有办法亲手杀了你，你就是抓住了这一点才有恃无恐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真是热闹啊！爹，你来了。昊天宗宗主赵清风，半仙强杀呀！爷爷见过昊天剑仙。殷霜，好久不见，你不会插手世俗之事吧？我不会，但是你今天为何要来万剑山庄呢？我们好像并没有邀请。我也不会干涉，我只是随便来看看。随便看看。其实你是为了昊天宗来压场的吧？啊！若是我大哥庄胜当年未死，我万剑山庄哪有赵青你这个老匹夫嚣张的份儿？我大伯他也是剑仙。20年前，你大伯就已是半步剑仙，在突破剑仙之境后，终是没能平安度过雷劫呀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万剑山庄有凌霜剑仙这层关系，原来是因庄胜。小姑娘，我可以帮你杀了，只要你加入我昊天宗成为副宗主就可以，如何？你这是赤裸裸的拉拢！赵清风的实力仅次于剑仙，你得想想办法呀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跟着，现在是以世道为尊，我也无可奈何呀。我也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庄严能够在这场浩劫当中活下来，我还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玉儿，我求你放过妍儿吧。玉儿，求你放过妍儿。妍儿，向玉儿赔礼道歉，玉儿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庄严，你乃我万剑山庄唯一的嫡系血脉了，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没人能杀得了我，谁都不。
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杀了他，我便加入昊天宗。愿意为我的父宗效笑个屁呀！动手吧！够狂妄！小子，你可知我的实力？我乃赵清风，昊天宗宗主。就是那剑仙，我也可以动手一动。姐，怎么了，姐？你不要吓我！废话真多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杀了吾儿！昊天宗宗主半步剑仙，竟然也被庄严一击给杀了。这还是那个连剑气都无法凝聚的家伙吗？可能啊！我儿现在变得这么强大了？难道是剑仙啊？父亲，爷爷可是剑仙呐，是剑仙！哎呀，我儿剑仙呐！我儿是剑仙大胆庶子，你！赵姐，注意你的身份。谁说剑仙绝不能干涉世俗之事？若后人被杀，难道让我一点情绪都没有吗？这是在救你。救我？哼，笑话！我乃三品剑仙，天剑大陆最强者之一，我还要谁救啊？很明显，绝情剑仙却无法狠下心来动手。倘若是真的杀了庄严，后果注定一死。爷爷，你要替父亲报仇啊！什么狗屁规矩，收不掉剑仙嘛！不用你说，小子，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，真正的剑仙一怒是什么概念。我劝了。爷爷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昊天剑仙纵横天剑大陆30余载，你竟然也被杀了！万剑山庄的丫头，居然是制霸一方的剑仙，还是顶级剑仙！老天呀，老天，你为何如此戏耍我庄红啊？拜见绝情上人。领受剑仙，管玉儿叫上人，你究竟是？见过绝情剑仙。参见绝情剑仙。爷，快给绝情剑仙跪下啊！嘿，我堂堂7品剑仙，能将补天石击出最高阶的紫色，天下舍我其谁？你竟然说我不配！7品剑仙，能怪能一剑击杀3品剑仙，还能将天石击出最高阶的紫色，这一切都能解释通了。依旧不够。行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可以让你滚。从今天开始，万剑山庄改名为绝情山庄，所有庄稼人在天亮之前必须离开，否则杀无赦。任何想要接近，亦或是想帮助庄稼的人，就是与我为敌。绝情剑仙也已非常强大，但也不能弑主吧？万剑山庄不是向来以实力为尊吗？没有剑仙坐镇的山庄，早晚会崩塌。你是想要自动退我一步，还是要帮你？这还不滚！儿啊，
我们还是走吧。没有关系，如今你的实力啊，走到什么地方，咱们都能知道。爹，说过，我们永远不会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离开。可是，这七品剑仙是如此的强大，这整个天剑大陆恐怕都独他一尊呐。庄严，你还不走？让我走可以，不过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，那就是我的成人礼呀。这种事情现在还重要吗？庄严，当然重要，我练剑13年，为的不就是今天？就算你完成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万剑山庄已经不属于你庄家了。我认为燕儿啊，你的实力大家都看到了，爹认为足够了。无妨，既然他想要测验，我就满足他。庄严，上场试验。宣布吧！啊，劈开了！你这是被劈开了！我的天哪！别说是7品剑士，就算是8品、9品也做不到啊！恭喜庄严完成成人礼，一剑劈开补天石，世间第一人，独见天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其实我早就世间无敌，独见天下，你又当如何？原来你早已独见天下，只是我不相信而已。原来他真的是那剑秘的主人。什么？你怎么会做到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修为？我不信！空有一身修为，却对基本剑招的实力不差，就不该给自己继续做你的丫鬟。少爷，妍儿，好了，我累了，有什么事情回剑庄再说吧。妍儿，你看你如此这般强大，怎么不跟爷爷说呢？我要知道你如此这般，我也就不对你那么苛刻了。你也知道你对我很苛刻。你也爹，不用替他说好话。妍儿啊，以前呀都是爷爷不对啊，我现在呀就把咱们万剑山庄的庄主之位传位于你。都有啊，拜见庄主。拜见庄主。如果我人生注定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还会一辈子都瞧不起我吗？你当初将杀害我母亲的二伯一家驱逐，却又将他们反复召回，刚刚又当着众人的面要把我也驱逐出山庄，你这样反复无常，可真是一个势利眼的人。你说的都对，
那你看，这庄主之位是否还要继承？当然要。那好，那你接下来怎么做，我都能理解。庄主，老庄主也是为了……闭嘴！只要有你在，我万剑山庄就不配存在于天剑大陆，更不被称为学习剑道的第一宗门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被正式驱逐，今生都不可以再回来。天儿，可是你也他一拳，不必多言。多谢庄主。父亲，妍儿，庄主，我们两家什么时候办下庄年和倾城的婚礼？妍儿的事我做不了主，他现在是庄主了。再说，您不是都退婚了吗？我那是一时失言，这婚约是我跟燕如定下的，我们还立下了谶言呢，怎么能轻易违背？我听妍儿的。庄严，庄严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倾城心中一直有你。在成人礼的前几晚，他夜不能寐，甚至为了你不惜偷走凌霜剑仙当年赠予夏家的一道剑影。你说念他一二，就不该记前嫌。或许之前我们对你的确有一些质疑，那也是我对我未来的女婿寄予厚望。要错，也是我们长辈的错。与倾城无关啊。婚约之事，先不提了。庄中事务繁忙，以后再说吧。对，你刚当上庄主，定有许多事情要忙，以后再说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倾城别难过了，我们之前对庄园诸多质疑，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，没有当面拒绝我们，就已经是给你留了机会。你们的婚约，我有希望。哎，凌霜剑仙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庄主新任，绝情剑仙已经离开，我想您一定缺少一个贴身侍婢。若庄主不嫌弃的话，凌霜愿意侍奉左右。什么？凌霜剑仙竟然要给庄主当侍女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可是堂堂4品剑仙，做丫鬟不显得低贱吗？可是有人努力的想逃避这段过往，你还想自己往里跳吗？如果您能答应的话，侍奉您左右是凌霜的福分，怎么会嫌弃呢？那妍儿，你的意思？那好吧，既然你如此有诚意，我就收你在身边做你的贴身丫鬟。多谢庄主，凌霜必定尽心竭力服侍你。你来吧。凌霜剑仙，您的超凡多年，让您做丫鬟，您不会不太适应吧？自然不会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终于还是没有隐藏自己的实力，我的出现必然会引起这个世界的动荡与改变，希望不要给这个世界造成祸事。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弱？你已经是7品剑仙，
为什么还是无法与庄严抗衡？难道我这身修为当真是他给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的修为是靠我自己争取，不靠任何人。可是我回不去，少爷现在一定很讨厌我，我很恨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输的不远。谁？出来！是何人？报上名来，给我杀了！别激动，你应该能感觉到，我没有任何的威慑力，我只是一个废人。废人？那也不许靠近！表面说是废人，实际上是什么实力，谁又清楚？我曾经就是被你这样的人给骗了。没想到，我一个废人，也能让一个七品剑仙如此忌惮，这都够我出去吹嘘一辈子了。你今天说出我的真实修为，还说你是废人，到底是谁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快说！好吧，你看，魔族，你是魔族之人？不要误会，我只是一个废人，只是靠这颗魔心活了下来，不然就凭我身上的伤势，也够我死几次。你身上的伤形状如此奇怪，是怎么造成的？天雷劫。天雷劫？你居然是被雷劫引入的剑仙？你说对了。第二很简单，就是你的潜力不能完整的释放出来。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没有经历过雷劫的淬炼，你只经历了最简单的一道，而其他强大的3道，你却不了了之。雷劫不是剑仙最惧怕的东西吗？与我的潜力何干？毋庸置疑，雷劫是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，但它也是淬炼身体的绝世良药，让人又爱又恨。当年我已经扛下了3道，可最后一道我实在是无力支撑。如若我能完全的受完雷劫，恐怕我今天早已进入剑神境。剑神境？不见得吧。凌霜和昊天2位剑仙也都经历过雷劫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不一样。如何不一样？他们都是顺天而为的修行之人，修道过程中如履薄冰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，绝没有半分的僭越。甚至现实生活中，他们都不敢随意干涉世俗。这样修炼的好处颇多，就比如雷劫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刚烈，而你和我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你我都是极短时间内提升修为的人，说逆天而行，雷劫自然比其他剑仙强大10倍、100倍不止。所以你现在只有扛下3道雷劫，便可进入崭新的阶段。真的？我骗你没有任何好处。那我该如何做才能招来剩余的天雷？你跟我来。我其实有名字，我叫庄胜，万剑山庄的创始者。原来是你！你没有死？我本该死，但是这颗魔心救了我。不可能，魔心不是随意获得的。莫非你一开始就准备了魔心？我真的是没有和魔族勾结，我历劫失败，肉身陨落，魔族之人出现，想要蚕食我肉体，被我最后一口剑气所绞杀。本来我就该这么死去，但没想魔族人身上的魔心却让我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望。最后，正如你所见，我就这么不仁
就跪着活着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也不是你这位七品剑仙的对手。你若杀我，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想帮你分析分析，你为何会输？他修为比我强，我输了很正常。毕竟，一个连补天石都能劈开的人，可想而知有多么强大。其实，你也能劈开补天石。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虽说我能将补天石劈出最高阶的紫色，其实仅仅也只是和补天石产生共鸣罢了，与劈开补天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我和他的差距很远很远。你劈不开补天石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是你的修为提升的太快，根基不稳，你根本无法随心所欲地释放你真实的实力。那第二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曾经修炼的地方，你进去吧，我会助你淬炼天劫。沟通天地，将你的剑意逐渐散发出来，雷劫将会孕育而生。你要记住，雷劫便是至刚至阳的霸道之劫。你剩下的3道雷劫，永短雷劫、寂灭雷劫以及乾坤天雷劫，他们之间不分强弱，只有越来越强。所以一开始你就不要考虑保留什么实力。每一道雷劫都要拼尽全力防御，只要能够活下去，便会向风而生，克而后立。来吧，第1道雷劫，永转雷劫。等你被雷劫劈得奄奄一息，我将夺舍你的身体。少爷处理卷宗辛苦了，喝杯清茶吧。堂堂凌霜剑仙，居然还会摔倒。少爷莫要误会，凌霜为了服侍你，已经封印了所有的法力，如今只是万剑山庄一个普通的丫鬟，让少爷见笑了。张岩，我给你带你最爱吃的烤鸭。那不是凌霜剑仙吗？怎么会和庄严？也对，现在的庄严无比强大，哪怕是清风山上勤修百年的凌霜剑仙，也动了凡心了。见过凌霜剑仙，夏小姐莫要如此。凌霜如今只是万剑山庄一个普通的丫鬟，不敢受礼。丫鬟？是的，凌霜已经决定作为丫鬟服侍少爷左右，不再是什么剑仙了。先下去。竟然连凌霜剑仙为了留在庄严身边，甘愿做个丫鬟，而我还有资格与庄严并肩吗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说带烤鸭来吗？快快快，我就馋这一口。我们一起吃。来。其实我回首了一下，我们小时候的关系也挺好的，并不考虑能不能凝聚剑气，不考虑未来，只是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丈夫。不是都说了吗？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，我现在对不起。难道你想说，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走到一起了吗？
我为何突然又累积降临？难道又有剑心降世？恭喜你成功熬过9转雷劫，第2劫寂灭雷劫来了。不错，不错，第2道天雷你也熬过了，就剩下最后一道了。我支撑不住了，我想逃。第3道雷劫已经孕育而生，你就算是想半途而废，不可能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的形神俱灭，我会保下你的身体和性命。少爷，救我！少爷，救我！少爷，救我！你果然强大，3道如此强悍的雷劫，不但没有完全断了你的生机，你的血肉保持的竟然如此的完好。带上我的意志，活下去吧。原来这不是前世界的感觉。爱见魔神，爱见魔神！大事不好了呀！大事不好了，儿啊！什么爹？大批的魔族冲着我们剑庄围攻过来了，现在马上就要杀到山门下了。魔族不是数千年前就销声灭迹了吗？对呀，难道他们是在蛰伏？这个世界的魔族终于还是出现了，难道是因为我的原因才提前爆发人魔冲突？儿，你倒说句话呀！知道了，爹，3路下去，让山庄所有的人员往后山避难，用护山大阵藏起来，接上伤亡。可这除魔卫道乃是我们万剑山庄的宗旨啊！我们要是撤离的话，这魔族入侵进来，这百姓不就遭殃了吗？我们不能撤退，庄严，我愿意和你共进退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跟我爹一块走。你要如何做？那当然是由我一人灭杀之啊！上一世的错误不会再犯了，这一世再也不会心慈手软。你一个人，这怎么行啊？天剑大陆那数万年了，这魔族若没有出现个魔神，不可能出现在人间的。你要知道，这魔神那比剑神还要强大的存在啊！儿啊，爹知道你现在非常的强大，但是你现在魔神，哎呀，区魔神胆敢在我面前造次，还不听令？言儿，
放心吧，相信我啊。是庄主，那京城那咱们走吧。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我们要小心点，走。走。老伙计，见了。给我上！给我上！玉儿，居然是你！我不只是玉儿，我亦是魔神，更是万剑山庄的创始人啊，就是那个冲击剑仙这遭雷劫陨落的女人，真是丢人，居然入了魔道。你现在的修为应该已经是剑圣之境了吧？你猜的没错。如今我亦是魔神之境，我们的实力相当，而且对大王真经典更火攻。你面对我没有任何的胜算。我本来可以直接杀了你，可惜玉儿的人性舍不得。不过我可以为你去跪地俯首，加入魔族可苟活。自信是件好事啊，玉儿，可是你有点自信过头了。有意思。我的确是剑神，那不过是上辈子的事情。上辈子。我重生之后，剑意和剑道已经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的状态。剑意如血脉流淌，如呼吸起，如雾如起。你不要虚张声势。剑道即我，我即剑道，这天下之剑气都由我驱使，你又怎能赢得了我？天下剑气只有你驱使，慌了！我的剑气都被你吸收了，你可能。这世间再无剑气能伤得了我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即便是剑神也不能。如果你非要给我一个称号的话，那你可以称我为剑圣。玉儿，我再送你一刀，我这一剑断我千年剑气。我不服！我本可以将你们魔族彻底斩草除根，但这样做只会破坏阴阳平衡。我允许你们魔族再发展千年，千年之后若诞生魔圣，欢迎随时来挑战。但如果没有，你就不能安分。你等着，迟早有天我超过你。好啊，可别让我等太久啊，玉儿。大家先坐下吧。庄主，我万剑山庄如今已成为天剑大陆第一宗门。庄主独剑世间，天下无敌。庄主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可喜可贺。三位长老，请坐。庄主，
我认为你是否应该考虑一下这自己的婚事儿啊？啊，各位长老，是应该呀。是这样的，我的修为啊实在是太高了，我的存在只会导致世界动荡，所以我今天决定卸任庄主一位，由我爹来继任。今后啊，我就准备到青松山上去清修，除非世界动荡，绝不再出山。言儿，啊，我意已决啊！诸位，祝你们各自幸福，告辞了。不是言儿，